Eu acredito que se não fosse esses socos aí, dificilmente estaria naquela situação。其实刚刚佩雷拉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表了一个长篇论文，讲的是他在比赛过程中被盖恩恶意击打后脑的这个事情。在赛后的复盘中，我也看到了盖恩的这个行为，确实盖恩不应该有连续的这个肘击后脑的行为。但对于这件事情，赛后有很多声音啊，大部分的格斗运动员都是支持佩雷拉的，因为可以看到盖恩的这些脏动作，包括现役冠军汤姆阿斯皮拉尔也是认为这个肘击是有点犯规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场比赛，我们从本身说起。盖恩的策略很清晰，就是不断的移动、打节奏、切换距离，用速度去拆解佩拉的重击节奏。而佩拉这边是一如既往，还是熟悉的风格，不追不乱，不提前出手，他在等机会，一击改变比赛的机会。从前半段来看，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控制加终结的对抗结构。但问题就出在中后段啊，比赛中出现了几次非常关键的交换，有一些动作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近身缠斗中的连续击打，以及裁判是否应该提早的介入。但有一说一，佩雷拉的这个身重对于他的速度确实是有个很大的影响。非常明显的是，长期待在重量级的盖恩速度是更胜一筹。佩雷拉在自己的这条视频中也表达出，其实他自己很冷静啊，并没有被打爆，也没有承认完全失控，而是强调了几点：第一，他在比赛中有些情况是影响了节奏；第二，他认为自己其实还没有完全进入自己想要的比赛结构；第三，他对于某些判罚和中断时机有了自己的一些疑问。当然，我们在赛后复盘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盖恩对于节奏管理和移动控制做的是非常棒的。他没有和佩雷拉去硬拼力量，而是用距离和节奏把比赛带入自己舒服的区域。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情绪剥离掉，客观公正的说这件事情，如果盖恩没有连续的击打后脑，佩雷拉在那个角度，在那个时机也是很难获胜的。包括整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佩雷拉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好，他自己引以为豪的高压和精准打击并没有对盖恩奏效，这是重中之重。说一句大白话，就是盖恩并没有把你的重压当回事。你要知道，这可是重量级，你的拳再重，你能有拉甘洛的拳重吗？当然，这场比赛佩雷拉也是有机会终结盖恩的啊，只能说佩雷拉不太熟悉重量级的规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白宫战，它并不是一场碾压局，也不是一场意外翻盘，而是一场典型的节奏型选手对阵终结型选手在规则边界内的极限博弈。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兄弟们，你们觉得这场比赛到底盖恩有没有犯规？评论区我们可以聊一聊。